40万美元起，你在查土耳其投资入籍费用时，最容易被这一句带偏。那只是投资门槛，不是你真正要准备的总预算。本文写作时，除了本金，各项开支通常还要在门槛之上再加一笔可观的钱，而其中有一笔，签约时几乎没人主动提，我们放到最后揭晓。为什么要算清楚？很多广告只报门槛，把后面2块含糊带过，客户签完约才发现总支出和预期差了一截。你看的是起，付的是总。这一集我们逐笔拆开。先看框架，土耳其投资入籍费用可以拆成3大块：投资本金、政府规费与税费，还有评估、翻译、公证这类专业服务费。评估方案时，你该要求对方把完整清单摆上桌，而不是只给你一个数字。第一块，投资本金，也是最大的一笔。本文写作时，购房路径最低约40万美元，存款或投资基金路径约50万美元，入籍后需继续持有3年。具体标准，办理前一定向顾问核实。但注意，购房是否达标，不是看你付了多少，而是看资本市场委员会 SPK 授权机构出的估值和成交价孰高。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留出缓冲，避免估值略低于门槛，功亏一篑。好消息是，这块本金不是沉没成本，3年持有期满，房产可以卖，存款可以取，理论上有回收空间。但能不能足额收回，取决于市场、地段和汇率，没有人能提前打包票。第二块，政府规费，核心是产权过户费，也就是 TAPU 费。本文写作时，它按房产官方申报价计征，由土地登记与地籍总局收取，买卖双方各担一部分，实务中常靠合同约定，费率以当年规定为准。除了 TAPU 费，还有循环基金费、公证与文件费这些小额收费。入籍环节本身也要钱，递交申请、居留许可、护照、身份证制发，各自收费。单笔不大，但会随家庭人数一个个叠上去。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账差不多了，还没。第3个容易被低估的是税，它既有一次性的，也有每年都要交的。一次性税里，最该留意的是房产增值税 KDV。本文写作时，符合条件的境外买家用外汇购买开发商首次出售的新房，可能适用增值税豁免，但豁免的资格和留存条件很严，是否适用的逐案判断。交易环节还可能有印花税、强制地震保险 DASK。持有阶段则有年度房产税，由市政当局按估值和类型征收。测算总成本时，请把持有期内的年度税也算进去，别只算签约当天。第3块，专业服务与杂项，单笔小，但项目多，最容易被忽略。本文写作时通常包含 SPK 估值报告费，一般数百美元，还有宣誓翻译费、公证费、办税号和开户费用，以及水电燃气过户押金等等。如果你没法长期待在土耳其，可能还得办一份授权委托书，请代理人代签，这又是一笔公证支出。越是细节，越藏着钱。那全家一起申请会翻倍吗？不会。本文写作时，40万或50万美元的门槛由全家共用，不因人数提高。但护照、身份证、居留卡，还有每人证件的翻译公证，都按人头算。人越多，杂项越高。如果你在规划孩子将来用外国身份参加华侨生联考，请注意，这是一条要提前很多年，按真实条件安排的路。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对户籍、社保、升学都有实际影响。安排的越早，选择越多，但没有稳赚的捷径。现在揭晓开头那笔最容易被忽略的钱，顾问服务费以及背后的全包价陷阱。有人固定金额，有人按投资额比例，差异很大。关键是比较报价时，一定确认对方报的是不是全包价，哪些规费税费要你另行承担，避免低价签约，后续加价。
还有一点别忽略，资金要通过土耳其银行按央行 TCMB 规定的机制结汇入境并留痕，汇率一波动就会影响你以美元或人民币计的总成本，建议预算里留一段缓冲。把投资本金、政府规费、税费、专业服务4类相加，才是你真正要准备的总预算，而不是第一行那个门槛。想少走弯路就关注我，主页了解更多。中土华信是全中文团队，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给你中文书面汇报，帮你在签约前看清整本账。